看过《甄嬛传》的观众都知道，每个在宫里活得长久的人，心里都有一本保命经，上面记载着各种后宫生存法则，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记住那些不能得罪的大佬，而苏培盛就是其中之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得罪苏培盛的嫔妃下场有多惨。第一个人得罪苏培盛的嫔妃是妙音娘子于莺儿。而说起于莺儿，大家是否还记得她是如何下线的？小夏子，在。之前师傅让你忍，这会儿别忍了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我是皇上的人，你们不可以杀我的！你们不可以杀我！是的，是苏培盛吩咐小夏子用绳子将于莺儿活活勒死。这等死法不可谓不恐怖，而看过《甄嬛传》的观众也都知道，本来大胖菊的宗旨是让于莺儿自尽，那么苏培盛为何要让自己的徒弟小夏子勒死他呢？其实追溯起缘由，还是得怪于莺儿自己，得罪谁不好，偏偏得罪苏培盛。那么于莺儿究竟是怎么得罪的苏培盛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于大爷，皇上和果郡王在里头，不见嫔妃。我一连几日来，你都说皇上与果郡王在一块儿，你当我好糊弄是吧？奴才说的是实话，小主要是不肯信奴才，那也没办法。那就麻烦夏公公再去通传一下吧。奴才已经回过小主的话，皇上和果郡王在一起，吩咐了不见嫔妃。小主何必为难咱们这些做奴才的呀？于莺儿本是倚梅园的宫女，机缘巧合之下顶了甄嬛的恩宠上位。然而上位以后行事嚣张鲁莽，惹得太后亲下懿旨，褫夺了她的封号，并且罚跪她闭门思过半个月。大胖菊也因为她嚣张的性子不肯再见她，但于莺儿不死心，一连几日来到养心殿门外守候，非要见到大胖菊不可。于是就有了以上这一幕。估计从这儿开始，于莺儿就对小夏子怀恨在心。于是当她复宠之后，就对小夏子展开了报复。小夏子，你乖。小主有何吩咐？你闲着也是闲着，给我剥核桃吧。是。用手剥。这里于莺儿让小夏子徒手剥外壳坚硬的核桃，明摆着就是强人所难。于是小夏子赶紧求饶：回禀小主，这核桃太硬，奴才怕手烂了也剥不完呐。但于莺儿可没那么好心肠，小夏子的求饶在他这儿完全不管用。只见他神色烟坏的继续逼迫小夏子：想耍懒骨头了？你不是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的吗？这皇上要吃核桃仁儿，你手烂了又算什么？于是小夏子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徒手剥了。而于莺儿看见小夏子剥得满手鲜血，反倒在旁边露出了一副得意满足的样子。小夏子的倒霉远不止于此，剥得满手鲜血不算，还因为专注于剥核桃，以至于忘了叫大胖菊起床，从而招来大胖菊的斥责与惩罚。糊涂！为何不早点叫阵？皇上，你一向都这个时辰才睡醒。张嘴！就在这时，苏培盛进来了，看见小夏子在扇自己耳光，又见其一手鲜血，于是苏培盛立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而苏培盛身为小夏子的师傅，哪有师傅不心疼徒弟的？于是苏培盛便以责怪之名向大胖菊说明了小夏子犯错的理由。你这个糊涂东西，净顾着给皇上剥核桃了，连请皇上起身的时辰都给忘了啊！瞧你这一手的血，一会儿怎么当差事啊？大胖菊闻言，果真再没有继续责罚小夏子，但于莺儿和苏培盛的梁子算是结下了。不把咱们太监当人，这会儿还不是落在太监的手里？所以苏培盛在处理于莺儿的时候才会那么的狠辣决绝。即使他不肯自尽，苏培盛也不会让他拖延到大胖菊回宫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其实通过于莺儿的例子，我们就能看出来，苏培盛非常的护犊子。如果谁要是伤害苏培盛的亲近之人，就相当于得罪了苏培盛。但偏偏有人总是想不到这一层，比如瓜六和安小鸟。瓜六曾在滴血验亲一案中提出要重刑拷打锦溪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为今之计，唯有重刑拷打锦溪浣碧，再不然也只得委屈熹贵妃和温太医了。人是见皮见肉，不用刑如何肯招？若真能把慎刑司72道刑罚一一受遍还不改口，
那就有几分可信了。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瓜六提出这个建议时，一旁的苏培盛是什么表情？只见苏培盛一脸的焦急与担忧，生怕大胖菊真的听信瓜六的糟心主意，而把锦溪送进慎刑司拷打。于是等瓜六话一说完，苏培盛就赶紧向大胖菊说明这个主意可不行。真要把慎刑司72道刑罚都受遍了，不死也成了残废了，即便是还人清白，又有何用呢？然而锦溪却是个舍身为主的忠心人，他主动站出来称自己愿意受刑，以证甄嬛之清白。但锦溪这样说也就算了，毕竟他是急于维护甄嬛，情有可原。可安小鸟却在旁边煽风点火。玲珑知道姐姐心疼浣碧和锦溪，只是倘若他们不受刑的话，只怕姐姐也为难。纵使心疼，也只能先忍一忍。此言一出，当时就换来了甄嬛的一记眼刀。这里虽然看不见苏培盛听见安小鸟这话时的表情，但想来苏培盛心中的愤怒肯定比甄嬛少不了。因为锦溪是苏培盛的妻子，苏培盛爱她敬她，怎么会舍得锦溪受这样的苦楚？所以瓜六和安小鸟在滴血验亲一案中的表现，算是将苏培盛得罪透了。而苏培盛也是个有仇必报的性子，瓜六倒台被打入冷宫以后，因担心自己的家人，于是从冷宫里偷跑出来，跪在养心殿外求大胖菊饶恕他的家人。而大胖菊听到瓜六跪在外面叫嚷，感到心中不快，于是便派苏培盛去打发走了他。你去告诉瓜尔佳氏，朕念他入宫侍奉多年，只废他为庶人，不会赐死，让他回去吧。这里大胖菊仍然顾念旧情，没有处死瓜六，但瓜六却不肯走，依旧跪在外面，且嘴里不干不净。这下就给苏培盛逮到了报仇的机会了。只见苏培盛叫来2个侍卫，将瓜六拖到墙根乱棍打死。我说你们几个还干看着干嘛？还不赶快处理掉！风雨如晦，棍棒拳脚严相逼。于是瓜六的呼痛声一声小似一声，最后瓜六的生命在这滂沱大雨中画上了悲惨的句号。而在瓜六挨打的时候，苏培盛还看着他的方向，对外吐了一口唾沫。不得不说，苏培盛对瓜六的厌恶之情真是溢于言表。而相比处理瓜六时的残暴直接，苏培盛对安小鸟的报复方式就要显得婉转诛心许多了。当大胖菊给安小鸟选封号时，甄嬛向大胖菊建议了一个梨字，用来嘲讽安小鸟。但大胖菊听完甄嬛的解释后，仍然心存犹豫。于是这时苏培盛出手了。奴才听说黄鹂多子，正如安嫔如今怀了孕，这不是多子多福吗？而苏培盛不愧为最会揣测大胖菊心思的妙人，他这番解释恰好解释到了大胖菊的心坎上。于是大胖菊听完苏培盛的解释后，立马同意了这个带有侮辱意味的封号。至此，要是观众以为苏培盛的操作已经结束了，那也太小瞧苏培盛的诛心功夫了。只见苏培盛满脸笑意地从养心殿出去了后，又吩咐徒弟小夏子去准备50只黄鹂鸟，用来给安小鸟道喜。去跟雀鸟司说，要50只黄鹂鸟，咱们去给安嫔娘娘贺喜。在丰富完小夏子这事儿以后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苏培盛脸上的笑意更深，见牙不言。他此时内心的快活可想而知。而话说回来，苏培盛的黄鹂鸟真是有诛到安小鸟的心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安小鸟收到黄鹂鸟时的反应。赶出去！都给我赶出去！赶出去！听到了没有？赶出去！我不想听！通过安小鸟的这番举动，我们不难看出来，安小鸟的内心的确是受到了10000点暴击。不得不说，论诛心，还是得看咱们苏菲。而说起安小鸟的结局，虽然没有瓜六那么惨烈，但也是十分凄凉。他是吞了苦杏仁儿自尽而亡的。而安小鸟之所以选择自尽，其中离不开苏培盛的关照。苏培盛说了，延禧宫那里他会照顾得很好。从锦溪的这句话中，我们合理推测，安小鸟在落在苏培盛手里，肯定是没少吃苦的，所以他最终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，绝望下就选择了自尽。不得不说，苏培盛真的是这紫禁城里万万不能得罪的大佬，否则就会像以上的3位嫔妃一样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。